يعني أن يفكروا بعقلانية وأن يفكروا بوطنهم وببلدهم وإننا نمد يدنا حتى إلى المعارضين الذين يعني مدوا يدهم。中东局势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上周刚刚达成的离异停火协议如何真正落实，仍然是状况不断。本周早已千疮百孔的叙利亚局势骤然升温，令人担忧。在叙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订停火协议4年后，反政府武装为何选择此时突然进攻，而且烈度空前呢？当地时间12月8号，位于叙利亚与黎巴嫩交界的马斯纳口岸，2个月前曾有大批黎巴嫩人经过这里进入叙利亚避难，如今很多叙利亚人又通过该口岸逃往黎巴嫩。12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以实现叙利亚冲突降级。I reiterate my call for de-escalation, for calm, for the avoidance of bloodshed and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眼前的这一幕不由使人想起2011年席卷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曾经使中东强人治国模式遭到重大颠覆。当时美国主导的北约先是对利比亚进行狂轰滥炸，随后叙利亚各反政府武装崛起，叙利亚内战爆发，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引发欧洲难民潮。残酷的叙利亚内战大致可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从2011年到2015年，反政府武装取得进展，于2013年占领拉卡，2015年占领伊德利卜。第二阶段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从2014年持续到约2017年。伊斯兰国鼎盛时控制约1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000万人，直到2017年底几乎被完全击败。第三阶段从2016年到2020年，库尔德人在美国支持下在北部建立自治区，巴沙尔在俄罗斯和伊朗支持下于2020年初开始从反政府武装手中收复失地，直到2020年3月，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努力下，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达成停火协议，持续近10年的叙利亚内战暂时画上句号。The conflict has been just frozen. But what we saw over the last few days has completely upended that status quo. 沉寂了4年后，今年11月27号，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沙姆解放组织突然发动代号为“威慑侵略行动”的进攻。据半岛电视台披露，沙姆解放组织前身是努斯拉阵线，2012年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建立，1年后从伊斯兰国分离出去，宣布效忠基地组织。但在2017年，随着伊斯兰国覆灭，又宣布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并与正义运动、安萨尔丁阵线等其他派系合并，更名为沙姆解放组织。多年来，沙姆解放组织一直控制着叙利亚的伊德利卜，兵力约为3万人。11月30号，反政府武装攻占叙北部最大城市阿勒颇之后，开启狂野大飙车模式。在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的情况下，沿纵贯叙利亚的5号高速公路向首都大马士革推进。在外界看来，沙姆解放组织似乎为此次大进攻已准备了很长时间。They've been training their forces. They're extremely well equipped. They have tanks. They have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 entire fleets of them. They're armed with anti-tank guided missiles, air defense systems. So this is a force that has spent years preparing for this. And we're just starting to see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preparation. 叙利亚国内主要有4方势力争夺控制权，他们是叙利亚政府军，在巴沙尔一方与亲政府的准军事组织国防军并肩作战；叙利亚民主力量由库尔德人主导，美国支持，控制着叙利亚东部部分地区；沙姆解放组织和其他反政府武装团体目前拥有最强的战斗力。叙利亚国民军
叙利亚北部受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而值得注意的是，沙姆解放组织向阿勒颇发起进攻的当天，也就是11月27号，恰好是黎以停火协议正式生效的日子。 It's not good to have it while there's a war in Lebanon. So the moment there were a ceasefire in Lebanon, they found that the opportunity is good for them to start. 阿联酋近东和海湾军事分析研究所创始人卡瓦吉认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充分利用了限制真主党活动的黎以停火协议，因为根据协议，已经和以色列打得精疲力尽的真主党武装不能进入黎巴嫩南部，这样也就无法从这里支援叙利亚。而此前，以色列大规模轰炸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的陆路通道，切断了黎真主党同叙政府和伊朗的联系，导致叙利亚难以获得外部的有力支持。Hezbollah has been gutted by the war with Israel. The Russians are distracted by the war in Ukraine. The Iranians have seen multiple senior leaders in Syria killed by the Israelis and also by the opposition as well. So they find themselves really in a very precarious situation where they're losing ground. Their army is riddled with corruption. Morale is very low among the ordinary troops, and their Syria's traditional allies don't seem to be able to come to the defense of the regime as they did before. 随着反政府武装的突进，权力的动态分布迅速发生转向。保加利亚军事网认为，叙利亚政府军之所以兵败如山倒，部分原因是先进武器的缺失。该网站引述开源情报机构 Mintel World 的分析认为，截至12月5号，由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迅速突进，已经夺取了政府军至少35架飞机和154辆坦克，这凸显了巴沙尔部队在持续压力下的脆弱性。要知道，在沙漠地带，由于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组成的空中打击力量往往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而缺少武器直接导致了叙政府军在后续侦察和支援地面部队方面的降级。纽约时报注意到，沙姆解放组织夺取阿勒颇之后，曾对哈马北部政府军的一群军官发动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特种部队指挥官苏哈伊尔·哈桑。哈桑创建的精锐部队老虎师，也就是第25特种作战师，曾对扭转叙利亚战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2019年末，哈桑在前线遭到无人机的炸弹攻击，身受重伤。如今，一度隐退的哈桑作为救火队长再次来到前线，但自身生死未卜，叙利亚老虎也并没有能力挽狂澜。更为糟糕的是，12月4号，叙反政府武装宣布获取了第25特种作战师在哈马市训练基地内配置的一套 Podlet K1 低空警戒雷达系统。这套俄罗斯造的最先进设备被认为是 S-400防空导弹的眼睛，能有效防止无人机、导弹等侵袭。12月4号，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还公布了攻占哈马市附近装甲坦克战车学校基地后的缴获清单，包括一辆先进的 T90A 主战坦克、2辆虎式装甲车、1辆 ZSU-23-4 自行高射炮、1辆 BM-21 火箭炮、1辆 Bram-1 以及1辆 Bram-2 装甲抢修车，极大增强了自身的家底。与之对照的是，据土耳其媒体披露，俄罗斯原先在赫梅米姆空军基地部署了50架战机，俄乌冲突爆发后，大批战机被调离，如今只剩了15架飞机，其中只有7架能执行任务。无独有偶，据美国海军新闻报道，12月2号，驻扎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港的阿勒泰级舰队油轮叶利尼亚号异常离港。另有消息称，其他或全部驻叙俄舰也已离开塔尔图斯港。有分析指出，在以色列借口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执行越界攻击的背景下，俄罗斯对叙利亚政府军的支援更显得捉襟见肘。而叙利亚为了加强大马士革的防御，
不断抽调部队增援，也使得北方空虚，使反政府武装钻了空子。如今，动荡的中东突然面临叙利亚之冬。12月6号，联合国数据显示，近期的叙利亚紧张局势已迫使叙利亚西北部地区至少28万人被迫逃离。叙利亚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中东地区的十字路口，而阿勒颇更是有叙利亚的十字路口之称。在十字路口重叠的地方，战事再起，难怪长期研究叙利亚的华盛顿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尔斯·李斯特接连使用多个形容词来描述这场突变，称它有可能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当地时间12月7号，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外长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三方同意继续在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框架内进行谈判。The main thing is not to say something new. The main thing is implement everything to which you sign up.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茹也呼吁尽快就叙利亚局势召开紧急政治会议。I have called for urgent political talks in Geneva to implement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54. 2015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54号决议，确定政治解决叙问题的主要原则、时间框架和路线图。12月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美国记者卡尔森的采访视频被放出。拉夫罗夫指出，稳定叙利亚局势并非易事，这是一场涉及众多参与者的复杂博弈。Rules of the game is to help Syrians to come to terms with each other and to prevent separatist trends from getting strong. That's what the Americans are doing in the east of Syria when they groom some Kurdish separatists using the profits from oil and grain, salt. 也是在同一天，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三国外长刚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了会议。伊拉克和伊朗外长都强调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ندين جميع المنظمات الإرهابية أينما كانوا ونحن في العراق كنا ضحايا الإرهاب ومحاربي الإرهاب。媒体注意到，伊拉克外长多次提到“在伊拉克”这个词。12月5号，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曾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伊拉克政府、人民、政党、民兵和安全部队不参与叙利亚问题的必要性。这被看作是对外界所传的伊拉克出兵论的某种回应。在阿联酋近东和海湾军事分析研究所创始人卡瓦吉看来，由于美国已经向伊拉克施加了巨大压力，限制亲伊朗的人民动员部队等民兵组织的行动，伊拉克最多可能只派遣2-3千人增援叙利亚。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一支受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主要由阿富汗难民组成的法蒂马旅已经进入叙利亚，并被派往前线。گروه‌های تحریر الشام، جبهة النصره و بقیه‌ای که در سوریه مشغول جنگ با دولت سوریه هستند توسط سازمان ملل به عنوان تروریست شناسایی شدند. بنابراین این یک وظیفه بین‌المللی هست که با این تروریسم در سوریه مقابله بشه. ائتلاف بین‌المللی علیه تروریسم نباید تفکیک قائل بشه بین تروریست‌ها。此前的12月1号，阿拉格齐在访问大马士革时强调，伊朗坚定地与叙利亚一起打击恐怖主义，并完全愿意为此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各种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12月6号公开的拉夫罗夫的最新采访视频中，他还指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背后不排除有美英等国的影子。Information which is being floated and it's in the public domain
mentions the Americans, the Brits, among others. Some people say that Israel is interested in making this situation aggravate so that Gaza is not under very close scrutiny. 而在美国分析杂志《负责任的治国方略》看来，从介入叙利亚的外部势力上看，土耳其和以色列正在从叙利亚的混乱局势中获利，而大乱战的输家则是所谓伊朗抵抗轴心的3个成员：巴沙尔、德黑兰和真主党。抵抗轴心的概念最早由伊朗革命卫队的创立者穆罕默德·蒙塔泽里提出。蒙塔泽里认为，为了抵御美国和以色列，伊朗必须在国境之外建立抵抗战线。2002年，利比亚《阿赫达尔日报》在题为“邪恶轴心还是抵抗轴心”的文章中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邪恶轴心的概念无视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对美国霸权的抵制。2012年，伊朗最高领导人的外交事务顾问维拉亚蒂明确指出，伊朗、叙利亚、真主党、伊拉克新政府和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抵抗链穿过了叙利亚的高速公路，叙利亚是抵抗以色列的链条中的精环。如今，抵抗轴心的精环断裂，无疑对伊朗的中东布局产生重大打击。而如果把叙利亚比作一个大棋盘，那么土耳其则是最重要的棋手之一。12月3号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埃尔多安强调，叙利亚不能成为未来不稳定的根源，而土耳其更关注的是不允许被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趁虚而入。作为北约成员和近年来各种冲突的调停者，土耳其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土耳其的军工出口已达到创纪录的58亿美元，比上一年猛增了19%，而在12月，这一数字还将增长。然而，埃尔多安深知，尽管在出口武器上赚到了钱，但周边冲突不断升级，并非国家之福，相反，可能成为国家之祸。以色列媒体《新消息报》注意到，埃尔多安在叙利亚的重要目标就是拔除美国支持下的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库尔德自治区。他认为，该自治区被主张分离主义的库尔德工人党控制。而眼下，叙利亚的乱局无疑给土耳其在谈判桌上增添了新的筹码。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认为，埃尔多安目前正在实现和平、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3个目标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12月6号，埃尔多安发表讲话称，他希望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的推进能够继续。Tabii İdlib, Hama ve Humus hedef tabii Şam. Muhaliflerin bu yürüyüşü şu an itibariyle devam ediyor. Biz de bunu gerek istihbarat gerekse bütün medyadan takibini yapıyoruz. Tabii temennimiz kazasız belasız bir şekilde Suriye'deki bu yürüyüş devam etsin diyeceğim. 这是自叙利亚北部爆发冲突以来，埃尔多安首次公开表态支持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推进。与此同时，他也呼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回到谈判桌上。Bizim de hatırlarsanız Esed'e bir çağrımız olmuştu. Gel görüşelim ve Suriye'nin geleceğini birlikte belirleyelim, tayin edelim demiştik. Ne yazık ki tabii Esad'dan bu işe olumlu bir cevap alamadık. 有分析指出，埃尔多安其实并不想让叙利亚进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因为这很可能使土耳其变成继以色列之后又一个被对立派别攻击的目标。
因为作为曾经统治过中东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一直坚守以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为核心的凯末尔主义，试图在不同文化冲击下保持自身稳定。与此同时，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也宣称要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بربایرشین داوی والاتکی مزن تبای سوریه چه بو بادی سوریه چه بو لهرمین غربی باشوری دیر زوره رقا طبقاتن چیکرن هزی رژیم سوریه بدران کشیان و ام دزن اف والاتکی چه بوی دستری دا داعش دادگره انا گلک آگاهی هم دگرن کو داعش نک جی گرتنه خباتا خورتر کریه ایریشه خورتر کرنه بس هیزن دی ترجی耐人寻味的是，12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摧毁了在幼发拉底河军事支援基地附近的多个武器系统，其中包括3个车载多管火箭发射器、1辆 T-64坦克、1辆装甲运兵车和多枚迫击炮。当时的视频显示，一架 A-10攻击机正掠过村镇上空。When U.S. forces faced an imminent danger due to several threats to include rockets and mortars fired in the direction of U.S. forces in the area, U.S. Central Command has advised that 3 U.S. service members are being evaluated for possible TBI. 五角大楼强调，美国发动空中打击与支援库尔德武装发动进攻无关。An A-10 conducted a self-defense strike near MSS Euphrates when some individuals were establishing a rocket rail. The A-10s went in, took it out. Period. Self-defense, not in support of any kind of, operations by any other groups that are going on. This is defending our forces. Right. That simple. 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早在4个月前，由伊朗圣城旅提供装备的亲巴沙尔民兵就曾经越过幼发拉底河绿洲地区，占领了7个村庄。而此次美军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已经在幼发拉底河东岸集结大批兵力，准备强渡幼发拉底河去抢地盘。如此场景难免使人想起伊拉克战争期间各派大混战的局面。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亚伦·泽林认为，美军在叙利亚东北部有900名驻军，主要就是防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而对于此次发动进攻的反政府武装，美国的态度很暧昧。特朗普第1任期时曾一度承认不再直接针对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戈拉尼。Well, I'm not siding with anybody. We've been in Syria for many years. Syria was supposed to be a short-term hit, just a very short-term hit, and we were supposed to be in and out. 2019年11月，特朗普在会见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再次强调，美军留在叙利亚只是为了石油。We left troops behind only for the oil. 然而事实上，一些被美国通缉的武装团体继续在戈拉尼控制的地区活动。2022年时还向美国特种部队开枪，因此美国政府从未解除对沙姆解放组织的制裁。示威的巴沙尔·阿萨德对土耳其有利，但也让特朗普头疼。在美国政客新闻网看来，在经历了多年的相对平静后，叙利亚战火重燃可能是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首个重大外交政策挑战。对于此次的大变局，更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如果叙利亚出现群龙无首的情况，很可能会索马里化，或成为下一个也门、黎巴嫩或者加沙。而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从政府军那里得到的武器，特别是导弹、火箭等装备，很可能成为打开新的潘多拉魔盒的钥匙。